哥斯拉终于踏上了东京，小儿子再次回想起了李梅烧烤的味道。没有奥特曼，没有初号机，他们只能尖叫着四处逃窜。自卫队马路发射了大量的导弹，但也只是消耗了点库存而已，根本无法对哥斯拉造成一点点伤害。各种脚踏东京大地，仰天长啸。哥斯拉和泰坦 X 的对决也即将拉开帷幕。我们接着看哥斯拉衍生剧《帝王计划》的第2季第6集。上集结尾，渣男大志正式下线。这个抱着骨灰盒的女子，不是他的未亡人，是他的母亲惠子。黑发人送黑发人，他十分伤心。大志的儿子健太郎也很伤心，他开始责备姐姐凯特，毕竟是姐姐先打开了通道，放出了泰坦 X。在上一集结尾，又不知道为什么非要靠近海边，才害死了父亲。现在世界各地接连传来泰坦巨兽的警报，形势不断的恶化，可维持生态平衡的哥斯拉一直没有出现，这都是凯特的锅。看到孙子情绪这么激动，奶奶惠子只能来安慰他。健太郎、気持ちはわかるけど、誰を責めても喧嘩したってお父さんは戻ってこないから。大致这么一死，本就不熟悉的两姐弟，接下去就只有分道扬镳。伤心的凯特只能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帝王计划围绕的魅魔靠在一起，真的是 girl helps girls。这时候一哥打断了两人，给他们介绍了一个老朋友，就是在第1季里面登场过的铃木博士。在博士的邀请下，他们决定去博士家蹭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饭局上，博士聊起了当年Ego他们前往地心行动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忽略了时间膨胀。这里稍微延展一下，帝王计划里面惠子和Ego他们走的通道很不稳定，存在着强引力的扭曲，所以就会造成时间膨胀。而电影版里的通道没有这个 bug， 所以大家不要在意，这绝对不是为了让惠子能够一直出演而强行制造的理由。酒足饭饱之后，一哥也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需要铃木帮忙制造一个新的装置来引出泰坦。而理解了时间膨胀的铃木有了新想法，他觉得自己又可以了。其实他们俩不知道，这里有个现成的信号接收器。那么这个接收器在哪呢？在水边和奶奶聊天呢。凯特把水放到了脚里，而惠子也发现了水中的涟漪。Kid, don't move. That ripple in the water. I've seen that before.When Titan X was near. No. But it's gotta b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Yeah.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Since I let Titan X out. 这让他想起了当初泰坦 X 现身之前山洞里面那种奇怪的震动。惠子赶紧拉着凯特想回去研究下，刚好就碰到了铃木和 Ego， 他们俩正打算去引出哥斯拉，让哥总和泰坦决一死战。 Oh my god.It's Godzilla and Titan X. You want them to fight? Yes, I want them to fight. But hopefully with this, at a place and time that we determine.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They're not attack dogs to be sick on one another. What if you've got the biggest, baddest dog in the fight? 惠子觉得一哥两人的想法真的是太愚蠢了，渺小的人类怎么可能支配上古的泰坦？ They are far more intelligent and ancient than we can possibly imagine. And we are human beings. And just like those monsters, all we want to do is survive at the top of the food chain. It's us versus them, Kay. And in the end, only one thing matters. Who wins? 但一哥表示我意已决，出发吧。另一边回到家里的健太郎见到了小梅，小梅来安慰他，两人就出门逛街了。两人在酒吧里聊了一会儿，结果健太郎上头了，就想亲小梅，当然是被小梅拒绝了。因为现在小梅的性取向变了，她感兴趣的对象是她的姐姐凯特呀。你们这一家子人的关系真的是太乱了。不过没有关系，马上健太郎就有了新的女伴，但他发现这个女伴接近他竟然是另有目的的。 How do you know I've seen a Titan before? 他只能告别妹子，单独回家。结果路上他又听到了泰坦的警报。 东京湾里已经进入强力形态的泰坦 X 出现了，他感应到了凯特，所以来拆东京了。不过没有关系，哥斯拉也来了。难道说一哥的计划成功了？Oh, shit! Hey! 人们开始逃难，但哥斯拉很开心，这潘是他的老家呀，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只是常回家看看而已。其实这几年哥斯拉经常光顾东京，一次是二战之后，直接把脚畔的经济打回了负 1.0 的时代，另一次是2016年，那时候的脚畔忘了被哥斯拉统治的恐惧，内阁和自卫队一直在开会，整个东京都快被拆没了，所以这一次自卫队马路反应很快，导弹不要钱一样的丢过来，对各种来说都只是挠痒痒。It's okay. I told you it doesn't want to harm us. 健太郎几人还在逃命的时候，凯特竟然出现在了街头。
就在我以为两大泰坦来到东京湾是真的为了凯特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健太郎的梦醒了。是的，你没看错，剧组再一次把我们当猴耍了，我真的是无语了呀！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解说这个剧啊，第一季的时候就一直在注水，第二季了还是这个屌样子。那么既然哥斯拉和泰坦 X 做梦，那就没事了。惠子就带着凯特继续来水边做实验，凯特有些害怕，他不敢下水，惠子就鼓励他不要像个平成弱鸡令和废柴，你要勇敢起来，像个昭和男儿一样，所以下水去吧。于是凯特跃入水中，没一会儿奇怪的声音出现了，惠子记录了下来。凯特认为这个声音象征着恐惧和害怕，说明泰坦 X 只是迷路了。 That's panic. That's fear. 尼玛，你还记得人家一开始在地心世界待得好好的，不就是你打开通道让他出来以后他才迷路的吗？那边的伊格和铃木到了山里，就是当初他从地心世界回来的地方。他们启动仪器开始搜寻哥斯拉的踪迹，铃木就开始忽悠伊格，因为裂口还残留着当初的能量，再加上叠加设备输出的功率有可能会引发量子扭曲。大家不用理解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伊格必须拿着设备站在裂口边缘就对了。于是伊格就拿着设备靠近了裂口，铃木博士就启动了装置。通道再次被打开。 Getting a strong signal here, Duke. Are you picking up Godzilla? It detected something, but I don't think it's Godzilla. 如果这个信号不是哥斯拉，会是什么泰坦呢？毕竟第二季的主要泰坦就3个：金刚、泰坦 X 以及事实上还没有登场过的哥斯拉。我想剧组应该没有钱再设计一个泰坦了吧。 Duke, I'm running out of real estate here. I'm serious. Kill it. Kill the tower now. I already did. 随着设备的关闭，通道发生了异变，仿佛是引力扭曲带来的现象。一个被这美丽的奇观吸引住了。 Did you catch that? Huh? Did you see it? Huh? What was that? Catch what? My instruments are reading something,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Who cares? That was great. I don't even know what we just did, do you? No. 就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一个收到了通讯，那是来自过去的信号，正是当年他被困在地心时候发出的信号。 Control. Can you lead me over? Who is this? Who am I speaking to? This is Major Leland Lafayette Shaw III. My crew's dead. Vehicle's damaged. Let's run out. Control. I need a distraction. 这就牵扯到了第一季第9集的剧情。当时伊哥带队去地心，结果队伍全灭。等他再次回到地面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年。帝王组织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年轻的大志。组织想知道伊哥到底是怎么生还的，但伊哥没有透露太多。结合现在的剧情，有可能是老伊狗帮助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当时的伊狗才会对大志说了这样一句话 If I tell you the truth, you're just gonna think I'm crazy. 既然收到了过去的信号，那就说说本集过去的时间线。那还是1958年，因为惠子之前拍下的照片，帝王组织确信了其他泰坦的存在，于是疯狂的撒币，在全球建立前哨站，也给他们分发了新的办公室。一个也穿得人模狗样的来给他们接风。3个人见面以后，氛围有一些微妙。他爱着他，他也爱着他，但他绿了他，因为他还同时爱着另一个他，而他不知道自己被绿了。领口的绿色领带只是巧合，但他知道自己绿了对方，所以打算调离帝王组织。绿达很不舍，只有惠子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离开了帝王组织的一个，被父亲告知会把他调去越南做军事顾问。就当我以为他要去越南杀猴子的时候，一个居然忍不住回去找了惠子，这是要我换 BGM 吗？原来呀，他不想去杀猴子，还是想去找怪兽。行吧，惠子一笑，恨帝王第6集结束。